好，这两天大家这个最关心的当然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啦。然后呢，你是不是闯了一个小祸，被在野党拿出来骂？可以还原一下，到底这一次的美国大选，你的态度是什么？有非常担心吗？要不要澄清一下？我没有接受记者采访。哦，那个上面写说我接受记者采访。第一点，我没有接受记者采访。第二点，那是一个发生一个礼拜，这是一个闲聊啊，事实上是一个晚餐餐会，然后有10几个国家记者在现场啊，这是先把事实澄清。那我讲的是怎样？因为他们一定要问我，我们台湾是不是担心这个美国？我是讲说欧洲国家其实更担心。其实乌克兰最担心，对不对？我在描述，因为我自己身为外交部政治，我知道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对，而且我们以我们台湾，美国是我们最重要的盟邦。对，我们没有必要去站台，反正我们必须马上美国总统就选出来我们是跟胜利者我们希望就一起合作一起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这是美国的利益，也是台湾的利益也是亚洲地区的利益，更是世界的利益。这是我们的清楚，一直是这样，这个态度也从来没有变过。那在野党都一直用你们押宝，民进党都在押宝，用押宝这2个字来形容这个外交政策，你觉得是恰当的吗？我想每一个政党当然都会一定要批评执政党嘛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外交团队并没有押宝吗？对，我们终究是个专业的，而且过去8年来，我们证明我们外交政策是有效的嘛，有效也必须要有专业的外交人员去那边努力台湾的形象才一直不断往上的嘛那我认为我们是很专业在处理对外关系，所以没有什么押宝。不过回到刚才我又要说，其实我并不是外交部长我也不是一个总统过去一个台湾的一个次长讲的话，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了，而且更何况在闲聊既然被讲了，你可以知道现在台湾多重要。就我们台湾一个次长讲的话，都会引起美国的反应。那纵然他们的反应是基于不对的一个报道但是大家也要知道，本来一个次长讲话你可以想象10年前一个次长讲的话，没有人会理你嘛。部长都还不一定呢，以我们那时候的那个地位就像现在，如果有一个比较你看，我想我们就不要讲国家，但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出名的国家，你就算总统讲话，没有人会去 care 嘛。对你国家越重要他讲的话，大家越会担忧。然后你再看他谁讲的，如果那个人也不是一个多么重要但是来自于一个大国，就像我们有时候对于美国人讲，我们也是很在意对不对？对，所以那个评论的美国人，我并不觉得他很有名但是我们报纸也把它写得很大，说我很不礼貌，我什么那个，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台湾的重要性，真的大家也要理解到它是每天在增进。就这一点又是个证明，所以我是很乐观看待这个事情，我并没有并觉得很难过。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台湾的地位重量感提升了，所以大家都重视了。对，而在野党刚好透过这样的事件进行国内的政治上面的攻击逻辑。但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真的对而且我还不是管美国的呢。你是管欧洲的对不对？可是那是有关于美国的评论被讲出来，我又不是在管美国但还是会被提出来。所以这里面真的，我觉得大家要看的是这一点，就是说台湾的重要性真的跟过去差完全不一样。那美国总统的大选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你的看法是如何？不管谁选上，刚刚你不断强调说，基于我们外交的专业团队，不是个人，而是一整个团队做的外交工作。所以不管谁选上了美国总统，跟台湾之间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嘛？我觉得不管是选上但是台湾的若讲我们常讲的价值，台湾的自由民主，绝对是美国身为民主国家这个重大利益嘛。每掉一个民主国家，都是民主阵营的损失嘛。所以台湾的民主自由绝对是不只是美国啦，其实所有民主国家的一个重大利益。再加上我其实那边也有讲
因为我们的半导体，我们的护国神山，对，如果失掉半导体，那美国利益绝对也是遭受到重大损失嘛。可是川普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生意，这个你赞成吗？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也经历过这么多选举，我们知道选举语言本来就有很多，所以选举语言是要吸引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是有它的内部的经济问题嘛，那这个是我们在所有选举都会看到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并不是那么担心啦。我回到刚才，其实就是你摊开到桌子上嘛，一个健康、民主、自由、拥有台积电然后又可以独立自主的台湾，是不是符合美国利益？失掉这个，那美国如果再伟大，那欧洲它如何在面对俄国？但当一旦失去台湾的晶片，它可以全部都销往俄国去。当那个他们想要只是想要扩张领土，他们怎么抵抗？所以这个就摊开来，很客观来讲嘛。那再来很多，我觉得其他都是选举语言了。了解。好，这个我们来聊一下国内的政治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外交我们的国人的护照被注销之后，还可以跑到哪边去？这是我要问橘子的问题。你知道橘子吧？我知道。橘子的护照被注销，可是他却又从日本跑到澳洲。那所以我们在通报各国的这个人的护照被注销的这个流程上面，是不是有困难？我们不是那个 Interpol 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嘛？对，所以我们就不在那个世界通报的一个体系里面嘛。所以我们要个别通报。基本上是要个别通报，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管道说我们的资讯可以进入这个世界的一个体系嘛。那所以我们要通报世界上近200个国家吗？如果有必要。我想也必须这样做啦，也必须这样做。但我是觉得，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很小的，就是我们对外关系里面很小的一部分嘛，那这些犯罪，你看它其实主要还会是，我认为还是会去我们常去的那些国家嘛，像美国、欧洲。你刚才讲说，我是不晓得，因为我澳洲嘛，对，因为这是一个个别 case 那林务局并不是我的管辖那个我只能讲就是说，我们基本上的认知是我们的罪犯如果犯罪，他会去，还有一个是中国嘛。对，到中国我们就没办法，就没有办法了嘛，对不对？到中国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嘛，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不需要去过度夸大这个事件。那因为台湾的基本上是一个岛国那要进来都是要透过比较多的检查的嘛那我们跑出去，我们就把应该要通报国家去通报，然后透过双边的其实总有一天还是可以处理这个问题的。所以跟我们比较友好的外交有友好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在跟他们协商说，可不可以帮我们找犯人，并且带回来，这个部分会比较有可能就对了。对，所以就要看他跑的国家。所以就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那所以澳洲到底是不是他最终落脚处？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朱国荣这位大老板，他后来就买了万纳度的这个护照，然后就花了几万块美金，所以他就变万纳度人了。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会不会使得我们很多的罪犯就会，没关系啊，你注销我护照，反正我可以去用钱办其他小国的这个护照，然后到处玩。外交部可以做的就是注销护照啦。那再来引渡，或者说那是变成司法跟警察的合作了。所以回到刚才，台湾在各层面参加国际组织，或者说跟其他各国强化关系还是很重要的。那我还是强调，这是一步一步来的。这以前的其他国家警察组织，甚至连跟我们的警察都不愿意谈的呢。现在逐渐有很多合作都可以产生了。那
透过国际合作，我们当然希望减低犯罪率嘛，哈。但我也呼吁说，国人说不要以一个个案哈去来谈论我们跟世界各国的外交或者是各方面的合作嘛，哈。美国、法国因为也有很多罪犯哈，然后在世界各地这样去，然后所以大家为什么要成立国际刑警组织？大家为什么要警政哈司法的合作？就希望哈可以将罪犯绳之以法。那我们现在这样无法进入联合国体系的国际组织，那我们就透过双边。那我可以跟大家讲，就双边关系是跟主要的国家是与日俱增，就是越来越好。那就期待一天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合作，然后让变成正常国家，坏人变成可以绳之以法了。对，所以我们成为正常国家，或者这些事情就会比较容易可以去处理了。但至少外交部的有跟法务部合作啦，就是有一个线上系统，所以可以查说这个护照到底有没有被注销，阻止通缉犯趁这种时候还偷偷跑出去。对。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次长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了台湾的外交，尽管从困难，但是现在慢慢走到光亮的那一天。没错，绝对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对这个有信心，而且就根据我们看事实嘛，对，好看事实，然后看台湾现在被世界媒体报道的次数，而且其实不只是台积电哦，台湾人民自己的努力，没错，其实也是让世界看到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的，非常感谢次长来到现场，下次有机会再来，拜拜，拜拜。